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咧又已經一段時間冇 po 新片啦，所以咧都要講句唔好意思嘅。咁因為平時咧都係忙住做嘢啦，咁放假咧又會周圍去旅行喎。咁舊年就已經去咗好幾個歐洲國家噶啦。咁咧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翻咧，我2月份嘅時候咧，今年2月就去咗敘利亞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冷門嘅國家嚟嘅。其實敘利亞都曾經係一個繁榮嘅國家嚟嘅。咁內戰之前呢，每年都有過百萬嘅遊客啦。咁同好多旅遊國家一樣，咁旺季嘅時候呢，好多時候酒店都會 full 咗嘅。咁但係自從2011年開始內戰，就完全顛覆咗呢一個國家。咁我對敘利亞嘅認識呢，其實都唔係太多嘅。咁冇去特別了解當地嘅宗教或者政治問題。咁但係印象中呢，就係都係戰火不斷啦，同埋就有好多難民係逃難去唔同嘅國家。咁而土耳其人呢，其實都好唔中意佢哋嘅，因為難民對土耳其都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。我啲土耳其朋友呢，知道我要去敘利亞嘅時候呢，都覺得好奇怪。佢哋仲話呢，即係貼錢俾佢哋呢，其實都唔會去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啦，我就會想去唔同嘅國家去探索。咁我都未曾去過呢類型嘅戰火國家，咁相信呢都會有唔同嘅體驗。而且作為基督徒嘅我呢，都會想認識呢個曾經喺聖經中出現嘅一個國家。咁去敘利亞呢都算係一個臨時嘅決定啦，因為上網嘅資訊呢都話必須係要有當地嘅導遊呢先可以去嘅，咁即係要跟團咁樣。咁而我當然就唔想啦，所以呢就暫時係冇打算去。咁點知12月嘅時候呢，同朋友傾開偈呢，先知佢啱啱去完喎。咁其實就唔需要跟團嘅。只要俾$200搞封邀請函就可以噶啦，咁申請都好容易嘅啫，只係俾護照副本啦，同埋錢就得噶啦。我朋友咧幫我一日就搞掂咗啦，佢影咗相俾我之後咧，去到海關嗰邊俾佢哋睇就得噶啦。於是咧我就打鐵趁熱，咁就買咗機票咧2月份去嘅。咁雖然咧就有飛機係去大馬士革啦，咁但係咧有時都會臨時取消，啲航班都唔係咁穩定，而且機票亦都會比較貴。所以咧，我就選擇咗由鄰近嘅國家搭車去嘅。咁比較熱門嘅路線呢，就係由黎巴嫩嘅 Beirut 搭車。咁因為比較近啦，4個鐘左右就到。咁但係我大陸嘅朋友咧就話安曼都有車，於是咧我最終咧就揀咗安曼入嘅。因為2020年嘅時候咧先至去完黎巴嫩。咁雖然約旦之前都去過，咁但係相對就比較早期啲。朝早7點半開車啦，咁跟住下晝1點半先到。咁同車咧就識咗個法國人嘅老師，咁佢就話可以喺佢屋企住，於是咧我就懶得揾酒店，咁就去咗佢度，而放低行李之後咧就開始我第一日嘅行程啦。大馬士革咧就係敘利亞嘅首都，亦都係最大嘅城市。咁咧佢喺阿拉伯世界咧係一個重要嘅文化中心嚟嘅，咁所以被視為伊斯蘭教嘅第4大聖城。咁因為佢嘅地理位置啦，同埋水源都係充足嘅，咁所以無論以前咧定係而家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交通樞紐嚟嘅。咁同其他國家咧都有好多商貿嘅來往啦。咁大馬士革咧其實好早咧就喺聖經裏邊出現㗎啦。咁歷史咧悠久，係世界上最古老嘅首都之一嚟嘅。喺創世紀咧就有提到亞伯拉罕咧就為咗救羅德，咁就追到去大馬士革。咁先知書啦，例如以賽亞書啊、耶利米書同埋以西結書或者其他都有提到大馬士革嘅密事啦。咁而保羅咧就係喺去大馬士革嘅路上咧就遇見主耶穌而信主嘅。咁之後亞拿尼亞咧仲幫佢施洗啦。我今次都有去到呢一個嘅小教堂嘅。咁喺舊約時期咧，其實敘利亞就已經係一直係攻打以色列，咁兩個國家一直都係敵對嘅關係。直到今日都係咁樣樣嘅。咁我去大馬士革嘅第一晚呢，半夜其實就發生咗呢個 bomb attack。咁其實距離我住嘅地方呢，大概5公里左右嘅啫。咁所以都好清楚咁聽到嗰啲嘣嘣聲咁樣嘅。但係因為好耐呢，其實都冇發生過噶啦。咁所以呢，個法國老師呢，其實佢都唔知發生咩事咁樣樣嘅。咁係之後睇翻新聞呢，先知原來係以色列呢就發射飛彈啦，咁佢就空襲咗敘利亞大馬士革城市，同埋而今次嘅傷亡咧，其實都有5個人死亡嘅。咁其實之後嗰幾個月咧都有發動類似咁嘅襲擊咯。咁所以咧關係其實都變得又緊張翻。咁我第一日咧就去咗呢個胡瑪雅 Mosque 啦。咁其實佢咧就係一個
大馬士革最大嘅清真寺啦，喺古城裏邊嘅，咁咧亦都係一個地標嘅，佢佔咗係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樣樣嘅，咁大家可以睇下啲相啦。大家見到呢個清真寺呢，好明顯就係唔同嘅風格嚟嘅。咁其實我之前喺黎巴嫩呢都去過一個類似咁樣嘅清真寺。咁我當初呢就以為係一個特別嘅景點啦，但係今次呢同當地人傾開偈呢，先知原來呢種閃靈靈嘅清真寺呢，其實係屬於什葉派嘅特色嚟嘅。咁喺相裏邊你亦都睇到係比較多色彩嘅。喺大馬士革呢會比較多見到呢種呢黑白相間嘅一啲建築物嘅。咁原來呢都係大馬士革嘅特色嚟嘅。咁其實個法國老師咧就同我講係大馬士革嘅建築風格嚟嘅。我今次咧就去咗2個地方，咁都係呢一種風格。而第2個點咧，其實以前係清真寺嚟嘅，咁佢而家就改建咗做一間 cafe 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同朋友咧就入咗去打卡影相咁樣嘅。經法國老師介紹啦，咁我就去咗呢間清真寺嘅。咁佢看似咧平平無奇，其實裏邊咧就葬咗一個好出名嘅伊斯蘭教嘅哲學家，叫做伊班阿拉比。咁雖然呢一間清真寺咧睇落比較細啦，但係呢度咧係會有義工去同人哋講課嘅。跟住我就喺大馬士革出發去阿勒頗。阿勒頗係第2大城市嚟嘅，亦都係戰爭嘅重災區。咁喺大馬士革咧，其實你唔會覺得係一個啱啱經歷完戰火嘅地方咁，例如蘇萊阿曼係差唔多嘅啫。咁但係入到阿勒頗咧，就完全係會感受到嗰種嘅氣氛嘅。咁喺片中咧都睇到沿路前面嘅路咧都炸到甩晒嘅，咁真係滿目瘡痍同埋都幾慘不忍睹。咁其實見到一個真係曾經繁華一時咁嘅城市去搞成咁咧，其實都替佢哋真係心酸咯。而同大馬士革一樣啦，咁其實都有一個地標嘅清真寺，咁但係都係炸到得返條柱咁樣樣，咁所以都圍封咗，係唔俾入嘅。而古城入邊咧，亦都有啲路咧都係炸爛晒，咁所以如果有時跟地圖行嘅話咧，咁係直頭通唔到，因為咧係會俾啲大石咧係擋住咗條路行唔到嘅。呢個咧就係阿勒頗嘅城堡嚟嘅，咁佢都歷史悠久噶啦，咁係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嚟嘅。咁除咗經歷內戰，即係有好多個破壞啦，咁喺今年2月份咧，又係因為地震再次有破壞嘅。咁我咁啱去到嘅時候咧，就撞到即係都有啲新聞報導員，咁應該就係報導返最近發生地震嗰個情況嘅。敘利亞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特產咧，就係手工番梘嘅。咁而佢嘅出產地咧，其實正正就係阿勒頗。咁佢主要嘅成分咧，就係橄欖油啦，同埋少量嘅 laurel oil 嘅。咁 laurel oil 含量越高咧，其實佢個番梘就會越貴。我今次咧就去咗古城裏邊嘅一間手工梘工廠咧，咁就參觀咗成個製作過程嘅，亦都買咗幾嚿番梘咧，就俾朋友做手信。離開咗阿勒頗咧，我就向哈馬出發。咁哈馬咧係敘利亞嘅第4大城市嚟嘅。哈馬最出名嘅旅遊景點咧就係呢個古老大水車。咁佢係用嚟將河水經導水管咧就輸往城內邊同埋鄰近嗰啲耕地嘅。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哈馬都冇乜其他咩特色噶啦。咁所以我都只係留咗好短嘅時間。跟住我就去咗 Hormuz，咁係敘利亞嘅第3大城市嚟嘅。同阿勒頗一樣啦，咁其實成個城市咧喺戰爭中咧都係被嚴重破壞嘅，一路上見到嗰啲樓咧都係被炸到溶溶爛爛咁樣。咁其實市內嘅景點都唔算多嘅，咁都係啲市集啦、清真寺啦，同埋仲有啲教堂。咁因為我就當晚咧就住咗一個當地人屋企，咁之後又懷疑一氧化碳中毒，個人又唔係太舒服啦，咁所以其實都冇乜去到市內周圍行嘅。咁過咗一晚咧，我就直接搭車咧去咗騎士堡。呢個係敘利亞嘅一個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一個城堡。咁十字軍為咗攞返耶路撒冷而發動咗10次嘅東征啦，咁同回教徒作戰嘅。咁所以當時咧個戰略地位都好重要，咁規模亦都係最完整同埋宏大嘅，咁亦係世界文化遺產之一。
今次去敘利亞嘅幾個城市咧都介紹咗啦，咁有兩個好出名嘅地方咧就去唔成，咁就係 Pamila 同埋 Bosra。咁 Pamila 咧就喺敘利亞中部嘅一個重要嘅古代城市啦，咁當地個遺址亦都係個好出名嘅景點嚟嘅。咁但係因為打仗嘅時候啦，就俾 IS 佔據咗，咁劇院個位置咧仲成為 IS 殘暴影片嘅背景添。處決咧就係喺呢個地方進行㗎啦。咁雖然就話已經平定咗咁樣啦，但係始終因為之前都係佢哋嘅佔據地，咁仍然都會有啲餘黨喺嗰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要去呢個地方嘅話咧，就必須要先申請同埋導遊去嘅。咁而當地人亦都同我講話，呢個地方都比較危險，所以就勸我唔好去。咁我結果就去唔到啦。咁另外一個地方 Bosra 咧，都係類似咁嘅情況。而嗰度咧其實有個好出名嘅羅馬劇院。咁本來咧已經上緊車咧去呢個地方㗎啦。咁點知中途咧就俾 checkpoint 嗰啲軍人截停咗。咁問完一輪啦，咁就係都係話呢個地方都仲有 IS 嘅人喺嗰度。咁為咗保障我嘅安全咧，所以就唔俾我去。咁但係明明成車啲人咧都係去呢個城市，咁佢哋就話因為嗰啲乘客咧係當地嘅居民，咁嗰度都唔係人人都可以去咯。咁而佢哋軍人咧都唔俾去嘅。呢次嘅旅程咧都有好唔同嘅體會嘅。咁人生第一次經歷到即係附近有 boom impact 啦，計去 Homs 咧又有地震喎。咁每日亦都係大概得3個鐘頭有電嘅啫。咁聽落咧就好似好亂咁樣樣。咁但係其實當地人民咧都係生活如常嘅。佢哋都知道咧國家修復嘅路咧係比較漫長，起碼都要100年先至可以回復翻以前咁樣樣。咁以前啲鋪頭咧都係開到半夜，但係而家就蕭條好多，咁啊真係冇得比嘅。而我最深刻咧係當地人，佢哋對遊客咧都好友善。咁我好幾次問路咧，其實佢哋都係陪我去到目的地啦，又或者係確保我揾到車咁樣。咁而且仲要幫我俾埋錢添。咁喺騎士堡翻大馬士革啦，因為冇晒車咁樣，咁結果都係當地人幫我截順風車。咁去唔成 Bosra 嗰日咧，咁亦都係佢哋幫我去截順風車翻去阿曼嘅。咁我自己嘅經歷啦，通常比較窮嘅國家咧，都會當遊客係水魚嘅。咁敘利亞雖然係比我之前去過其他啲好窮嘅國家，例如孟加拉啊、非洲啊，佢哋嘅生活仲困難啲。咁但係咧，佢哋都好願意係去付出咯。我返到阿曼嘅時候咧，就遇到一個敘利亞人啦。咁佢係嚟自 Dara 呢個城市嘅。咁聽講咧，佢以前其實每日出街咧都會遇到好多被 IS 殺嘅人啦。咁好多嗰啲遇害者咧，有啲仲會係識得嘅親戚朋友添。咁所以都真係好難想像嗰個畫面。咁雖然歷史上面都有聽過好多大屠殺啊、核爆啊、戰爭啊，有呢啲咁嘅大型傷亡。咁但係由一個真係親身經歷過嘅人去同我講返，嗰個感覺都係比較震撼咯。咁心裏邊亦都係替佢哋難過。咁但係佢哋都係即係好正面咁樣去繼續生活落去。咁所以其實都完全改變咗我對敘利亞人嘅印象嘅。而我覺得其實敘利亞都係值得去嘅國家。咁其實去過嘅大陸朋友咧都幾鍾意嘅。咁交通住宿都方便。係除咗即係提過一啲比較敏感嘅地方去唔到之外咧，咁其實其他自己搭車都可以去到嘅。不過要留意返咧，就係唔好換太多錢啦，因為敘利亞咧都係一個被制裁嘅國家，咁同埋政府咧都係嚴格監控嘅，咁所以基本上市面咧係冇得換返美金或者其他外幣咯。咁因為我住宿嘅時候即係慳咗唔少啦，即係住咗一晚酒店，咁多咗嘅敘利亞幣咧其實都換唔返美金，咁最後係返去阿曼嘅時候咧就用好低嘅匯率去兌換嘅。今次就講住咁多啦，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。咁你哋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